有关于中国新型重型运载火箭的消息引发了关注。比起目前世界最大的重型运载火箭土星5号，中国的重型运载火箭到底优势何在呢？来一起详细了解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近些年来，随着中国在火箭技术、载人航天领域不断的进步，整体的航天技术水平相比本世纪初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。截至目前，中国已经在太空中拥有了自己的空间站，在今后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运行的空间站。这凸显了我国的航天技术水平。不过，最令人期待的便是中国的登月工程项目。根据本月10号龙乐豪院士的表态，现阶段中国登月将在2030以前，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将是载人登月。可以说，中国的登月项目正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。关于中国未来登月飞船的研制，国家航天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，中国目前有多种型号的运载火箭处于研制阶段，未来数年内将进行首飞工作。而且目前正在研制的重型运载火箭堪称史无前例，具有超强的运载能力。按照公布的数据来看，新型重型运载火箭的近地轨道载重量将为150吨，对于月球则可以一次性投送重达30吨的载人航天器。这种重型火箭将是未来中国载人登月和对空探索的主要火箭。此火箭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制之中。根据外媒的报道，新型的运载火箭有望到2026年进行首飞，2028至2029年进行中国的载人登月活动。外媒分析，执行登月任务的将会是代号长征9号的重型运载火箭，这和国内专家分析的不谋而合。按照国内专家的分析，因为现阶段我国装备的最强运载火箭也不过是长征5号，但是长征5号在性能上不足以支持把几十吨的飞船发射到月球上，因此中国肯定得进行100吨级运载重量的火箭研制工作。根据新闻联播的曝光，此次执行登月的运载火箭基本上确定是正在研制的长征9号的重型运载火箭。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数据惊人，如果将来能够按照指标完全的制造出来，那么长征9号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推力最大和起飞重量最大的火箭。虎哥来给大家看看长征9号的基本数据。长征9号的火箭全长超过了100米，心级最大直径为10米，采用4个直径3米半的超级助推器，4台液氧煤油发动机 YF460 作为1级火箭助推，动力强劲。2级火箭助推则采用 YF220 液氧液氢发动机，火箭为2级半结构，起飞重量将达到前所未有的4137吨。而且自身携带的新型液氧煤油发动机将使得长征9号具有5873吨的起飞推力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其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140至150吨左右，相当于一座完整空间站的重量。地区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为66吨，地月转移轨道的运力为50吨。这也就意味着长征9号可以轻松地将一座中型的载人飞船投放至月球上。而长征9号的问世也将宣布之前全世界最大的运载火箭霸占世界第1榜首的土星5号，从世界第1将降为世界第2。土星5号相比较长征9号，唯一的优势就是比长征9号高了将近8米，起飞重量为3000吨，起飞推力为3400吨，在近地轨道可以运载118吨，至于地月轨道则为45吨。因此从主要指标上相比，土星5号的起飞推力比长征9号少了2400多吨，重量也少了1100吨。
不过最为重要的地月轨道运载能力，土星5号和长征9号有5吨左右的差距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考虑到土星5号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发展出来的超级火箭，在重量和推力上明显逊色于将近60多年后诞生的长征9号的情况下，其核心的地月轨道运载能力仅仅与长征9号的地月轨道运载能力为5吨之差，可见美国当年强大的航天科技水平。当然，美国现在也再没有能力造出这么大的运载火箭了。当然不是技术问题，主要是世界环境已经和冷战时期截然不同了，加上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，制造业衰败，很可能土星5号将是美国历史上建造过的最大运载火箭。话说回来，中国研制和建造长征9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，因为中国的航天事业起步要比美苏俄等航天强国要晚不少，但最终还是凭借中国科研人员克服种种艰难险阻，对美国和一众航天强国进行了弯道超车，从航天领域的初学者过渡到了航天领域的启蒙者，这是祖国强大实力的又一重要体现。